你什么时候会想学英语？或许是工作上的需要，或者是想出国旅游，虽然现在要出国有难度，还是考试要用到，或者想更融入电影、电视剧。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想学英语，但是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事实，特别是身处亚洲地区的我们投入了很多时间学英语，但是成效似乎不如预期，为什么呢？我是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的，但是真的让我开始感到学习英语有成效，是到了职场之后。当我可以用简单的英语跟外国人聊天时，才发现过去在学校学那么多年的英语真的是白费光阴了。帮助我突破英语学习瓶颈的，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千万别学英语。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文明说，这是个学习的频道，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发现这本书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的书店闲逛，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千万别学英语，立刻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教授郑占龙，他使用书中的方法帮助自己学德语，让自己用近乎于母语的腔调完成在德国的博士学位。为何他会发现这个方法呢？其实是他在学习德语的过程中，发现学校教育带给他的只是读写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时就遇到困难了。他反思到底要如何才能学好外语。他开始从孩子学语言的过程中，发现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和学校教育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发现就用千万别学英语写了出来。这本书使用写故事的方式叙述他的方法，所以读起来不会感到枯燥。透过他与他的德语门生 K 小姐之间的互动，将他整理出来的语言学习5阶段诠释出来。其实这5个阶段不只是用来学习英语，基本上所有的外语都可以用。我自己是有拿来学习日语和韩语。我先列出这5个阶段。阶段1，打通耳朵，完全听清。阶段2，听读并举，掌握语法。阶段3，跃跃欲试，出口成章。阶段4，自我领悟，5点自通。阶段5，文化融通，渐入佳境。这5个阶段简而言之如下：阶段1，让耳朵习惯英语发音；阶段2，听写加强听力辨识度；阶段3，英英词典增加智慧句型；阶段4，电影电视剧熟悉文化；阶段5，报纸增加智慧广度。具体操作方法如下：阶段1，打通耳朵，完全听清。这个阶段有4个步骤。步骤1，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水平的音频，长度大约45分钟。如何判断自己的水平呢？若是该音频内容你一听就懂，那就代表这音频难度过低。你要找的是你顶多只能听懂一半内容的音频，这是最好的。若是完全听不懂的，可以吗？也是可以，但是会太打击人，让人从一开始就很难坚持下去。所以难度适中的音频最合适。至于是什么内容的音频呢？最标准的选择就是可以找 TOEIC 的听力音频。但若是你有特定的学习目标，例如商用英语或是旅游英语，你可以找相关的音频来用，但还是要按照前面提到的难度判断，找到适合你水平的音频。步骤2，每天专心听完2遍。接下来就很简单了，每天找出时间将你找到的音频从头到尾听2遍。若你是个通勤上班族，通勤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我过去是利用搭捷运的时间来练习阶段1的内容。为什么要听2遍？其实听1遍也是可以，但是你就要费更多时间来通关阶段1。听2遍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耳朵有充足的时间适应英语的发音。其实人在学习时有2种类型，一是科学类的学习，一是艺术类的学习。前者的学习是一旦理解学习的内容就能掌握了，后者的学习就是需要重复练习才能掌握学习的内容。前者的学科包括数学、理科等等，而后者包括艺术类、运动类，而我们今天谈的语言类也是属于后者。这个论述支持了为什么需要每天听2遍音频，主要是让你的耳朵，其实是大脑，熟悉英语发音，直到你习惯为止。步骤3，每周听6天，休息1天。这个步骤很简单，每周坚持6天，第7天休息，尽可能不接触英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让你的大脑有个空闲的时间可以消化你前6天吸收的内容。就像练肌肉一样，若是没有劳逸结合，你的肌肉每天都在锻炼，但是没有时间让它代谢乳酸，到了最后，你的肌肉不但找不出来，反而会受伤。所以请记得听6天后务必要休息1天，让你的大脑肌肉有代谢的时间。步骤4，到能完全听清音频内容为止。什么叫做能完全听清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能听清楚音频中每个声音。这就像听古典乐一样，你若是能听出每个音符，甚至听出不同乐器的声音，就代表你对这首古典乐听清楚了。
所以当你能听清这个音频的所有声音时，就代表这个阶段完成了。不过这个阶段的听清是不需要听懂内容，也就是你只要把这个英语音频当作类似古典乐来听就可以了。阶段1需要花大约多少时间呢？其实是因人而异，但大约的时间还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短则1周，长约1个月。我自己第一次练习时大约花了2周左右才听清第一个音频。另外再补充一点，阶段1不需要听太多音频，顶多2个音频就足够了。第二个音频请依前面提到的难度，找比第一个音频难度稍高一点的音频。阶段2，听读并举，掌握语法。当你完成阶段1的内容后，你的耳朵应该已经习惯英语的发音了，但这时你会发现，你虽然听清了发音，但很多字的拼写是不确定的。这个时候就是你开始准备进入阶段2了。步骤1，开始听写第一个已完成听清的音频。整个听写过程有一个要点需要注意，请按一句一句的内容来听写。简单来说，就是你听完一整句的内容后，再依你记住的内容写出来。若是一次无法完成，就多做几次，直到把一句的内容完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现实生活中，你不会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听对方的讲话，而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去听。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让你开始习惯现实生活的讲话。这时候若是有不确定拼写的单字，就用你听到的内容拼出个大概就可以了。后面我们会再去解决这个部分。步骤2，用英英词典确认不确定拼写的单字，并更正它。在步骤1中，你应该会有一些单字是不确定拼写的，这时候请你使用英英词典来确认这些单字的拼写。步骤3，大声朗读完成拼写的内容。当你完成第一个音频的听写，并确认所有单字的拼写后，你就可以开始试着模仿音频的发音方式，大声朗读整篇内容。这时候你可以录下你的朗读，反复朗读及录音，直到你觉得满意为止。步骤4，每周有1天要休息远离英语。当你能流利的完成整篇的朗读后，就可以完成阶段2的内容了。但请记得练习6天后还是要休息1天，让你的大脑可以消化。阶段3，跃跃欲试，出口成章。阶段2中，我们练习了听写，并把第一个音频的内容听写出来，且练习了发音。那我们若回头去看写出来的内容，估计会有不少的单字是你不认识的。这时候阶段3就是帮助你提升智慧量和句型的量。步骤1，使用英英词典查找阶段2内容中不熟悉的单字。为什么要使用英英词典呢？主要是因为英英词典可以让你看到用英语是如何解释一个单字，也让你熟悉如何使用英语思考。至于要使用哪个英英词典，其实只要找到有足够多的例句来解释一个单字的使用即可。使用英英词典查找一个单字时，请将其解释及相关例句记下来，并将解释和例句中不熟悉的单字标记出来。接下来，你不是直接去查找听写内容的下一个单字，而是去查找第一个单字的解释和例句中你标记出的单字。这个动作要做到什么程度呢？要做到这个单字及其延伸出的解释、例句中都没有不熟悉的单字为止。所以当你开始进行阶段3，你会发现一个单字就会让你产出很大篇幅的内容。我会建议你可以使用心智图的软体来进行阶段3，这样会比较好整理。步骤2，查找1小时后，请暂停，并大声朗读整理出的内容。由于阶段3会是个大工程，所以每进行1个小时就请暂停查找单字，并针对刚刚查找的所有内容，包含整理出来的解释和例句，进行大声的朗读。朗读的时间也大约进行1个小时即可。步骤3，每周一样休息1天。阶段3估计要进行好几个月，在这过程中也请进行6天，休息1天。阶段3的完成就在于你将整篇内容的不熟悉单字全部查找完毕为止。阶段4，自我领悟，5点自通。基本上完成前3阶段，你已经算是掌握了整个千万别学英语的基本动作了：听清、听写、英英词典查单字和朗读。阶段4和阶段5就是进阶版的内容，目的是让你更加融入你学习的外语的文化和现实生活。这2个阶段的主要差别就是使用的材料的不同。阶段4要请你找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这里请不要找台词简单的动作片或科幻片，请找一些剧情片或是推理类型的影片。若是有贴近国外生活的家庭片就更好了。接下来请按照前面3个步骤一一去完成，每天看1遍直到听清，再开始听写直到听写出所有内容并朗读，最后再查找单字并大声朗读。当你完成一部影片的内容后，就可以进到下一阶段去了。阶段5，文化融通，渐入佳境。这是千万别学英语的最后一个阶段。这阶段和阶段4的差别是，阶段5请找一份当地发行的英语报纸，请从报纸的社会版找出一篇大约1至2分钟可以念完的文章，
并开始大声朗读。到了阶段5，基本上你已经累积足够的词汇量和句型，应该可以较轻易的朗读大部分的文章。但若还是发现有不懂的单字，也请依照前面步骤3的方式进行查找。大声朗读的要求是要让自己像是新闻主播那样能流利清晰的将一篇文章朗读出来，让自己能够不看原文就可以清楚的将一篇文章生动的朗读出来时，你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当你完成一篇文章后，请再找下一篇文章，并重复上面的方法，直到你把整份报纸的每一篇文章，包括广告、漫画等都完成为止。完成阶段4的练习，你会从影片中发现很多是字幕无法带给你的表达方式，你能更加融入影片的情境。完成阶段5的练习，你将突破智慧领域的限制，可能从一开始的商用英语突破到生活或科技财经的英语。因为一份报纸的内容涵盖的领域很广，你可以从中累积不同领域的智慧量，并且帮助你更加理解国外的生活与文化。看完以上5个阶段的方法后，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想法？这些方法其实在操作上并不困难，而且很多资源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作者自己在书中提到，他将这个方法教给了许多人，但成功的人很少，原因是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刚刚在说明各阶段的步骤时，其实很需要学习者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就是毅力。因为这些步骤其实操作起来会很无聊，无论是重复听音频，或是听写，甚至是查找单字，都是需要学习者有毅力去完成它。所以这个方法要成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有毅力执行完每个步骤。作者在书里写到，他的交流经验中，完成所有步骤并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所花费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6个月就能完成。我个人目前是进行到阶段3，但已经让我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多。我现在基本上可以不用字幕就能看懂国外的电子产品开箱影片，或是各大公司的发布会。特别是阶段1完成时，我的耳朵竟然真的能听清楚英语，不再像过去那样感到很陌生。每当有机会听到英语时，我的耳朵就会自然而然去听。而在日语和韩语中，我也完成了阶段1，在看日剧或韩综时，也能更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最后的最后，再补充一点，使用这个方法学习外语时，请先完成该外语的基础内容。例如学习英语，请先背好英语26字母；学习日语，请先背好50音；或是韩语时，请先背好40音。有了这些基础，才有办法开始进到千万别学英语的各阶段中。这个学习外语的方法有别于学校教导的方式，刚开始会让人很怀疑其有效性，但实际操作后，你会发现真的有效果。鼓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这个方法，试着掌握一门你想学习的语言。以上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及打开小铃铛。